前不久啊，连续爆出几件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啊。继那个谷歌的员工陈立人杀妻案之后呢，又一个印度裔的硅谷工程师啊，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自己呢也举枪自尽。这种频繁发生的凶案啊，不仅让我们很震惊，更令人恐惧的是，这些人都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因此，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样识别这个家暴的危险的信号，怎么样认识这种施暴者的心理特征，啊，帮助大家呢及早的发现学会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首先呢，我们讲一个我们患者的一个经历哈。这个患者呢30多岁年轻漂亮，是一个电脑工程师。那么她的问题在于呢，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对她的控制非常强烈，包括她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地方去甚至给她的车上呢，他装了一个追踪器，美其名曰是关心她的安全实际上呢是在限制她的活动同时呢特别不愿意她和其他的异性甚至同性朋友交往。她的男朋友呢也是一个搞电脑专业的人才，在专业方面也非常强。有一天我们这个患者和他们的同学一起出去呢聚餐，回来晚了一点，她的这个男朋友竟然动手打了她。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样反应呢？我们在后面给大家继续介绍。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识别家暴，什么算是家暴。其实家暴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虐待或者是对你身体的伤害，还包括言语的、情感的。有些呢，我们把它叫做隐性家暴。识别有家暴潜力的人你要看到这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控制欲特别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病人的案例他限制伴侣的社交支出、工作等等他对你的钱财物都管得很紧。第二呢，就是操纵你的感情经常让你感觉到你对不起他感觉到你做错了等等，用这种让你产生羞愧和内疚的感觉呢来控制你。第三个呢，就是把你和社会上隔离切断你的社交网络或者是跟其他朋友交往。最后呢，就是时不时的言语当中呢有些威胁对方甚至对方亲人的这种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情况一出现，那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你就应该开始考虑怎么样摆脱这样的关系。当然呢，有的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让对方去看心理医生等等，没错。那到这一点上来讲是应该，但是呢，一个人的改变多少，我们的治疗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这都是一个问题。常常呢，这种性格特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问题，或者是一时的情感方面的冲动，它其实呢是有深刻的遗传的和环境的因素，有很复杂的背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那么它背后的生化的因素，我们也讲过，很多人有甲基化不足很多人有铜过量，这些呢都会让他们这种性格特征变得更加有暴力倾向如果大家对这方面这个了解不够的话，可以看我们以前做的视频。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察觉这种现象，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会不断的出现时间久了会对你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这些人有的时候他除此之外，他其他方面还挺好的他会对你有很友善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我们产生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情况。当一个施暴者给你一些小恩小惠的时候你突然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容易同情他。这样的话，你就会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关系里面待得很久。这就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幸的地方
他老是想，哎呀，他还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啊，老是想他也许有一天会改变啊，老是想也许是他自己的问题等等，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啊，一直下不了决心摆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在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都是比较大的。是什么啊，让他彻底的下决心啊离开他这个男朋友呢？我们在后面继续给大家介绍。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施暴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特点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其实呢，我们刚才讲过，这里面有深刻的遗传表观的问题，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呢是极度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所以他们必须要掌控一切，他才能够感到安全。稍微事情出了他掌控的范围，他就会极度的焦虑和不安。在这种意义上讲，他有一点像强迫症的味道啊。当然了，另外呢，就是他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不理解，只是说他完全被自己的焦虑所包围了，他不再有空间和时间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很多这样的人啊，从小也是在一个有暴力啊或者是虐待的家庭里面长大的，精神上也受到过创伤。我们讲过遗传表观，遗传表观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问题常常在他的父母这一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都有类似的问题，有很大的遗传的因素。另外呢，这种人呢，他的情绪波动非常大，你基本上可以说你不能够预测他哪一个时刻他会突然的跟你翻脸。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承认自己有错，所以呢，一切后果呢都要归咎于对方。这些信号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把它再强调一遍极端的嫉妒怀疑伴侣不忠情绪起伏很大，动不动就甩东西打人频繁的言语威胁，什么你要是离开我呀，我就自杀呀等等控制对方的穿着、社交遇到事情呢，总是指责对方，不反思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一定要警惕你一定要想好办法保护自己。那么你怎么样保护自己呢？首先你要寻求一个专业帮助那么在专业的指导下呢，你会比较有效的保护自己。另外呢，从个人来讲，你一定要做好摆脱这样一个危险环境的离开的准备，比如说你的证件现金你的备用的钥匙另外跟你信任的人也要告诉他你现在的处境以便呢你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得到帮助。还有个设法呢，想好怎么样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向外界求援。另外呢，尽量待在有其他人的地方。不过走到这一步说实在的，你真的是需要离开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不仅是保护自己，如果你还有孩子的话，更是这样。这个家暴的问题你要记住，绝对不是你自己的错。同时呢，家暴如果发生一次，跟发生100次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发生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任何人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下应该接受有家庭暴力的生活。所以呢，你一定要勇敢的寻求帮助。那么我们这个病人最后是什么状况下，他才决定摆脱这样的关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就是因为有一次他要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是因为呢，这个男方希望有一个孩子。你想想，这女方在极度不安全的状况下，是完全没有愿望要和他长期生活，更没有愿望和他组成家庭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方呢才下了决心离开他，寻求专业的帮助。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保护自己免受家暴的危害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要点。这个家暴它可以是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经济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家暴有的时候很难识别，但是呢，对人的伤害都一样的严重。
这个施暴的人呢，常常控制欲很强，缺乏同情心不能管好自己的情绪和冲动，同时呢，极度的妒忌情绪大起大落，有很多言语暴力，有些呢是有特殊的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边缘性人格等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对方有人格障碍？就是当你发现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好像在走钢丝一样啊，那么每天都要小心谨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触动了他，让他恼羞成怒。这时候你就要想到，和你一起生活的人，不是有精神障碍，就是有人格障碍。另外，任何时候遭到家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你都要考虑寻求专业的帮助，制定自己的安全计划。所以呢，这个家暴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应该呢从我们身边做起，留意周围的人的情绪行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及时的帮助到别人。那么，如果你自己正在遭受到家暴的话，你要相信你并不孤单你应该勇敢的迈出求助的第一步。大家一定记住，家暴不是爱。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力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